Hello， 大家好。我们上一期呢讲了我们在泰国旅行啊，对于我们的一些感受，还有当地的一些特色啊。那我们今天呢就继续讲我们泰国系列的第二期，就是我们在出国旅行的时候啊，应该选择跟团还是 DIY 自由行啊？关于这两个呢，我们到底如何选择？那我们今天呢主要从3个方面来对比啊，就是团和自由行，我们到底哪个好？那第一个方面呢，我们要从费用价格来对比。好吧，我做了一个大概的一个数据啊，从价格进行对比呢，我们要先确定一个标准，所有旅游基本上2个人居多一些啊。我们这次以2个人的价格，6天的这个行程，整个的费用来计算。那首先呢，整个现在市面上啊，就2023年上半年泰国行的话，就没有要求特别高的，在6000到9000一个人，成本压的最低的话，在大概就是5000多6000，就这个档。那这6000是一个人，包含什么呢？它包含了你的住宿，还有你的机票啊，还有你的整个的交通，因为你到那边有旅游团带你嘛。我之前是跟过团的，我记得我去台湾是跟过团的啊，你全程是有人租的车呢，一带好多人，然后同时还管你一部分的餐。我们看到的都是管一部分餐，比如管你中午饭或者管早饭，总之一天可能有一顿是不管的，我们就算都管了。还有呢，包含就是一些部分的景点，比如说你这7天跟团，他肯定要带你去玩嘛，这是整体的一个人6000块钱的价格。当然这里面不包含其他的费用，比如说你签证的费用，我们是按落地签的这个价格为准，但是签证这个我们之后一定要单独讲一些签证这里面的一些这个一些坑，好吧？还有呢，就是核酸费用，因为现在的话，虽然出国那边不需要核酸，但是你回国一定是需要核酸的，而且泰国普吉岛那个地方核酸价格都是比较高的，曼谷是便宜，但普吉岛非常贵。我们把这个费用算进来，首先落地签的费用呢，大概是880块钱人民币，2个人啊，2个人。然后呢，核酸的话，一个人大概是不到400块钱，我们做的是300多块钱，反正2个人我按大概750来算的。所以刚才我们算了。如果报团最便宜的团，我们打6000一个人，2个人就是12000，再加上880的落地签，再加上750的2个人核酸费用，大概是13600左右啊，13000多。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你报这种便宜的团的话，它一定是捆绑消费的。你首先到泰国你要换泰铢，或者在这边你要换好的。泰国官方是要求你持2万，一个人1万，一个家庭是2万，应该是我记得。这是2万泰铢是吧？ 2万泰铢，对，我们当时换了3万泰铢。2万泰铢4000人民币是4000，至少4000。嗯，对，它是要求的，不让你过去啊，它是要求，但实际没有查这个具体的签证，包括落地的那个时候的一些关卡，我们会单独做一期啊，好多问题啊。我刚才讲的就是大概这个费用就是13000多啊，我们就再加上到那边，因为我朋友就有在这个国旅，我们也咨询过了，你是必须要购物一部分的，当然他不要求你购物哪，你可以自行选，总之你肯定是要买点东西的。你要不买会怎么样？不买就不让上车，就不让你走，就拖着你，难听话。反正我没有遇到过这些事啊。我之前跟我妈，那你每次你都买吗？反正我跟我妈去，也不是我掏钱，让她买去呗。那也是买的，买了，就人家不用主动要求你买的，你自己就主动买的，因为你出一趟国，人家一给你销售，就跟电视购物似的，你自然而然就想有买的冲动嘛啊。我们就大概少算，但是其实这个算很少了，我就大概也1500块钱，2个人1500嘛，不多嘛，不多，加上刚才的一个人600012000，再加上核酸费用，加上落地签，再加上你跟团走必须要买的一些东西，因为跟团要抽提成嘛，人也要挣钱嘛，对不对？大概是15000的这样一个成本。当然啊，这里面还不算什么15000不算你单独要花的，比如你要去免税店买东西啊，给家里亲戚朋友带东西啊，还有就是你去那儿专门看见好吃的东西了，你要买啊，专门看到自己好玩的了，比如说我们这次玩的一些收费的比较贵的项目啊，你这个不能算的，人团不会管你的。如果你跟团的话，就13600加上跟团要求你带你买的一些东西啊，就是大概15000左右。那第二种方式，我们来算一下第二个，就是 DIY 的价格啊。DIY 呢，我们这次去泰国呢是抢到2月份的票，我们抢票还抢的比较慢呢，比较晚了，再不买又涨价。原来有拖延症。我们本来就爱拖，所以呢，这个我们抢的比较晚，我们可能抢的提前半个月抢的，对。如果你提前早抢会更便宜啊！就拿我们这次买的票来讲的话，我们2个人大概去普吉岛往返的话是5000
我们酒店呢这次选的比较好，然后物美价廉，真的物美价廉，而且又干净又好，是1500。对，位置也好，位置也好，1500。这个之后我们单独 DIY 那期再介绍，因为我们没有团，所以我们到机场落地以后，我们需要有车送我们到酒店，这个接送机大概要300多左右啊，我们这么算。单独的签证费呢，落地签的也是880，然后核酸的也是750，我们同样的啊。这里面呢，我们没有算景点的。那这样算下来的话，我们2个人就是5000加机票5000加1500的酒店加300的接送机加880的落地签，再加750的核酸，一共是8500。那刚才那个下来的话呢是13600，我们现在8500，这里面差了多少呢？差了5000块钱。当然，刚才我们算是15000啊，因为15000你跟团要买东西的，你 DIY 你是不用买东西的。那实际呢，差的其实是6500块钱。这6500块钱呢，跟团的区别是什么呢？你用于这6500块钱，你用于吃，包括当地的交通，包括当地的一些网点，你去玩啊。所以呢，如果你跟团的话，这6500就给了团了，你就跟着团走。如果你不跟着团的话，这个钱就用于你自己的消费，你想怎么花怎么花。其实对于我们今天来讲的话，这6500是足够的。包括当地的景点啊，这个已经吃啊，以及你怎么吃你也吃不了那么多钱。区别在于什么？就是同样的钱，你只要掏15000跟团走，这里面不包含你需要给带的东西，去那儿额外自己想买的东西，就是它仅仅给你的那些服务。但如果你不跟团的话，你自己 DIY 的话，你同样这些你会腾出6500块钱来，用于你自己的普通的消费。这里面还是不包含你高额的消费，你给朋友带东西啊，包括去一些景点一些水下的付费的项目，这是不包含的。当然从价格来讲是 DIY 合适的啊，并不是跟团更便宜。我觉得跟团会贵一些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家付出了劳动，人家跟团的旅游要保证你们的安全，人家也要买机票，也要过来随时跟着你们，给你们做服务，我觉得是非常应该的，没有说不应该。对，我们只是从价格层面来讲，简单的去计算一下哪个从价格单方面会更合适。当然你多跟了团了，你多支付了钱，你得到相应的服务了，这是非常正常的。我们并不是说跟团不好或者 DIY 好怎么样。第二呢，就是我们跟团还有自由行这2个的体验有什么区别？首先跟团来讲的话，酒店，因为酒店是最重要的嘛，你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你的住的地方是非常重要的啊。酒店来讲的话，如果你报团的话，你就跟着团走就 OK 了，你下了飞机人家有车，你该去哪去哪住。但是如果你自由行，你 DIY 的话，你就需要自己去找酒店，你要选择你喜欢的地方。你像我们这次，我们就专门选在了闹市区，就是普吉岛的巴东海滩那个位置。我们的酒店离海滩也就不到1公里，我们从酒店出来走路走到巴东海滩就花了可能10分钟。包括晚上的夜市离我们很近，所以呢，我们如果住在那个地方，我们可以随时出来，随时溜大街，开着谷歌地图就瞎找啊。但是如果你跟团的话，它可能要考虑到整个性价比的问题，价格的问题，就是说你没有自主选择的这个权限。第二呢，就是说跟团的这个饮食的问题。我之前跟过团，总之我觉得你就放心吧，跟团不会给你太好的，因为它要控制成本。当然你选一个人10000的团，肯定给你好吃的，所以呢，跟团来讲的话，吃的话就可以要拮据一些。但是呢，如果你就不想吃跟团的东西，你就想自己嗨啊，你就选择自由行，就是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们这次也跟过当天的团的，比如像当地去斯米兰啊，包括去那个皇帝岛，它都是因为当地就必须让你报团，你不报团你去不了那个岛，你坐不了那船啊。所以呢，我们也吃过这种跟团的餐，确实是，就是只能是让你饱了。我就感受还好，因为我可能饿了。对，你就是饿了，你早晨还可以。我吃什么都香。当然，你跟团的话，他也会给你自由行的时间，也会让你自己去购买啊。但是呢，整体来我们的饮食就全部自己操作了。而同时，你也可以带方便面，我们还带了5包方便面。都吃。你如果吃，你觉得那边东西贵，或者你吃不惯，你可以自己泡方便面嘛，拿点香肠或者都可以的嘛。解决早点嘛。对。下一个呢，就是说对于体验上来讲，还有就是景点的安排上，一般跟团来讲的话，你想去的地方可能会。不是会全部都能去到，因为团会给你根据它的成本，因为成本是非常重要的，他会带你去更多的，就是可能有4个景点，这4个景点有3个都是免费的，比如说什么大佛寺呀，或者是什么我忘了叫什么寺，屠龙寺呀等等的啊，你不花钱嘛，开车带你拿个小旗子就走了。可能这里面会包含一个付费的景点，比如说像这种皇帝岛呀，这个皮皮岛呀，或者是等等的啊。当然斯米兰也有啊，斯米兰价格会比较高一些。但如果你自己 DIY 的话，你就全程想去哪你就要自己去考虑了
啊，你想去看大象，你就谷歌一下，百度一下。当然，你要去当地一些著名的景点，比如说，尤其是你去海岛城市，你要逛比较著名的斯米兰呀，或者是皇帝岛呀，你要报当地的团。这个呢，你在携程上或者是在当地的这些路边都有这种报团的，因为统一都跟他们走的。你从哪报，最后也得归到人家斯米兰的那个服务的那个当地的那个地方，就都会给你扔到那儿去的啊。所以这种团呢，你一般到了普吉岛啊，这是我们说 DIY 的这个内容了，我们就不介绍了。我们下期专门告诉大家怎么去 DIY 啊。就所以景点来讲的话，你是比较随意的，你想选择哪个你就去哪个，你没有选的，你起来，我们就是起来了，我们有2天的时间就溜大街，也不溜哪去了，反正走来回走，逛到这儿，逛到那个夜市，反正随便逛，就这意思啊。下一个呢，就从时间上来讲的话，对比整个时间的体验，就跟团相对比较紧张，因为他收了你的钱，他要必须带你去这几个景点，这地方就1个小时，这个地方74分钟，反正就比较拘谨一些。但是呢，如果你自由行就比较轻松一些，你可能想待一下午，你可能待10分钟，不想待，我们到那个卡巴海滩，我们不想待就走了。所以时间整体来讲会比较紧张的，但是比较充裕。但是自己来讲的话，时间不是很充裕，但是比较休闲自在啊，这是不同的一个，你看每个人选择了嘛。还有一个就是乐趣的问题，可能更多的就是我觉得乐趣来讲，更多就是如果你 DIY 自由行的话，比较喜欢这种探索的，有这种探索欲的，我觉得更适合。其实我们这次旅行给我们最深的、最开心的，也是这种探索的过程，整理啊，自己去摸索啊，走到哪儿算哪儿，这种永远这种新的东西给我们，这是一种乐趣。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从体验来讲的话，我们就分这几个维度。我们下面呢再说第3个啊，对于报团还是 DIY， 其实对本人的要求，这2个要求是不一样的。首先从花费的时间来讲，报团来讲是几乎很少的，你有任何事情直接问导游就可以了。你的签证有问题，语言不通都没有关系，你都问导游 OK。但是如果你 DIY 自由行的话，你需要提前花一些时间和精力准备你的东西，你带的东西，你穿的东西，当地的这个情况。但是现在整个网络比较发达了，你在网上一搜，很多这种攻略大家都会给你讲的，你需要花一些时间去准备这个，你要了解这个地方啊。第二呢，就是说对于语言的要求，这个呢，如果你报团的话，也是像我父母、我妈他们出旅游也都是这种跟团走，因为它语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导游就 OK 了。但是如果你要是语言有问题的话，你到那边你可能找一个厕所也要说半天。不过现在来讲的话，刚才我们那一期讲过，就是其实你只要会中文，你英语会简单的一些东西，你即便我们认识很多这个中国人，这次去玩的时候，人家很多小两口也不会英语，英语一句都不会，人家拿一个翻译软件，你手机 app 就直接打开就用了，也就过来了，对吧？所以呢，这个就看你怎么去看这个事情了啊。其实有的时候说英语是比较大的问题，我觉得是有一些问题，但不是全部。如果你真的想走的话，你语言这块可以用软件去解决的。当然软件解决不了你全部问题，我上期讲过，软件也会翻译有一些误差的，但是整体来讲还是能够让你去达到你的目的。好，下一个就是对于安全方面的对比啊，这是一个比较重要，我们之前也考虑了很多。就是如果你跟团来讲，我认为它整体的行程，因为你国外嘛，人在他乡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因为整体你跟着他走，他有固定的路线啊，固定的对接人，所以我认为整个报团来讲安全性是更高的。那同时，如果你 DIY 自由行的话，你这块你就要注意，如果是像我们这种两口子或者是这个夫妻啊、情侣啊，都 OK。如果你是一个人，尤其是小姑娘啊，我个人对，所以安全性一定是像我们第一天落地，第二天早上我们去爬通海滩，我俩穿的明显就我们认为很开放了，一身这个夏装。然后呢，当地人一看就是你觉得你是刚到的，哎，他就会跟你打招呼，你要去哪儿呀？要不要服务呀？这种泰式的这种中文说你，这是我是在旁边的。如果是单独一个女孩的话，我觉得她就会感觉到很危险啊。这种情况很多你会被人关注上，所以呢，安全性如果 DIY 的话，还是要重视注意。当然我看其实很多有女的自己去的都也没有什么，这个看你怎么讲了，你看独不独立，对，你看怎么说了。那你说你去其他国家，那你在国内呢，你就随便，你就北京大街上，你夜里1、2点、12点多你去逛大街，一个女孩你也有危险，这个怎么讲，对吧？但是整体相比来讲的话，如果对比这2个，还是跟团更安全一些
啊，当然它不代表全部，但是相对是更安全一些。还有呢，就是如果 DIY 的话，还是要具备一些，比如这些手机 app 的使用呀，你的 APP 你怎么使呀，包括一些你像谷歌地图，你像你出去以后，你的那个高端就用不了，包括你的信息查找能力，你很多内容你就需要在 Google 上去搜索了，或者 YouTube 上去搜索了，好吧？所以这是一些对比的能力。所以综上所述呢，我们个人的建议啊，就是这两个东西，抱团和 DIY，并不冲突，这是不同人群选择的。你有探索欲望的，能够语言简单的 OK 的话，不用很复杂的，你简单的 OK 的话，我们是推荐你去自由行的，因为我认为你 DIY 你自己去整理这些也是你旅行的一部分。我觉得这次给我们带来乐趣最大的是这个，挺有意思啊，不是我们就跟那个。真是走马观花似的，往那坐个小车，人就带着你啊，这是什么那个什么，就跟看电影似的，不是那样的。你需要亲自感受，你遇到问题你要亲自解决，这个对于我们来讲，这给我们很大的乐趣啊。还有就是说，你 DIY 的话是可以真正体验到这种当地的文化的，尤其其实我们有时候看北京啊，也有外地人旅游。一个人拉小旗子，带着其他城市的老头老太太过来的，天安门呀，你像我不知道你生在这儿，你有没有去过几次？反正我从来不点，我是20年我也没有去过天安门，就是逛过。就是说，你如果真正想了解一个国家它的文化，还是从真正的路边这种小店、这种夜市、这种小吃去真正了解，它是真实的生活。你去那种什么名胜古迹，一带全是团的那种，我不认为那个是就是那种文化你去体验的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感受一个异国他乡一个地方的文化，包括是饮食呀，你还是要去亲身的去走走路边，走走街道，自己去融入那个生活当中啊。这是我觉得会有很多乐趣的。同时第二类呢，就是说如果你是年长的，像我父母那一类的，或者是你平时很忙，工作很忙，没有这个精力，没有时间去准备的，还有就是或者你的性格你比较懒，就纯懒人，这些呢就都比较适合跟团走了。你像我父母，他用不了这种，他国内的软件都用的都比较费劲，你别让他说什么谷歌什么地图了这些东西。所以呢，这些呢，我觉得跟团是非常合适的。这种跟团的话，你会省时省力，你把额外的一部分钱交给团，交给导游，他会给你相应的服务，整个的安全性给你提高到最高。哪一个能做，哪个不能做啊？很多事情你不用去操心这些。如果说我更喜欢哪个，我更喜欢 DIY。包括我觉得我们之后所有的旅行，在国外的旅行，我都会选择 DIY， 我不会选择团，不管哪个国家。这两种的话，可能就跟年龄、内心的年龄是不是有关系啊？我刚才讲了，就是年轻人有探索欲望的，很多老人也有探索欲望的，包括我们那朋友。我跟他说我们去 DIY 去泰国，他都不敢相信，因为他自己做旅游的，他哪些国家都去过，但他就觉得跟团安全，他就觉得比较危险，他就觉得跟团安全，所以呢，这个跟你的性格、你的倾向有关，你的群体，对，跟你的倾向跟群体有关，这个还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但是呢，我觉得还要说的就是，不管哪个，就是出门在外的话，其实还是要小心的，没有人会为你的安全负责的，即便是跟团也是要注意的啊。你的护照，尤其你最重要的东西，你的手机、护照啊，你的应急的一些准备都要做好，不能说真的是一撒心，出门在外任何风险都有的，真出了事情，我觉得还是要自己多注意的啊。包括我们下一期的话，我们就会单独专门讲，如果很多人没有经验，但是就是不想跟团，不想像那种就拉着你就跟那个走马观花似的啊，怎么办啊？所以我们下期要专门讲一些这个对于这些小白如何3步完美的实现 DIY， 好吧？那我们今天这期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